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ChatGPT 以及 GPT-4的推出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震撼、欣喜，还有惊慌啊！很多人惊慌什么呢？就是担心这些自动化工具会取代人类。那刚刚有这个埃隆·马斯克这几位大佬和苹果的共同创始人沃兹尼亚克以及这个 Skype 的创始人塔林，还有图灵奖的获得者约书亚·本基奥，他们联名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什么呢？呼吁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系统，期限为6个月，暂停。理由是呢，这些模型对社会和人类带来潜在的风险。这可不是一般的大佬这都是超级大佬，可以在 IT 圈。马斯克就不用说了，是吧？他是 Space 的创始人，特斯拉SpaceX 无聊公司Neuro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甚至那这位大佬呢，就是叫约书亚这个本基奥呢，他是图灵奖的获得者，他是加拿大的科学家。那最著名的，他是在神经网络方面的这个研究那他现在呢，还是蒙特利尔大学的科学主任算法研究所科学主任。那这个塔林呢，他更是很有意思，他是 Skype 的创始人，就是我们熟悉的 peer-to-peer 技术，就是他搞起来的。那么他把这个 Skype 变现之后呢，搞了一个生命科学研究所。这次呼吁暂停 GPT-4 研究的，就是他的这个生命科学研究所发出来的呼吁。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的网站也很有意思。它这里边呢列了很多的对人类有影响的技术风险，包括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第二个是生物化工技术，第三个呢是核武器，第四个是气候变化。当然这封公开信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1123个人签名了。这里边不乏是大佬很多大佬，刚才讲过的那几位，你看后边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很多这还有杨致远还有很多都是比较知名的科学家、大学教授，甚至包括政客。但是这里边我猜不少也是打酱油的，像这个 Andrew Yang 这哥们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这哥们我觉得他是一个投机主义者。当然还有其他的人。总之来说都是有的是业内鼎鼎大名，有的在社会很有影响力的，他们联合提出暂停 GPT-4 的下一代的研究那这个生命科学研究所呢，这里边它的创始人就包括刚才说过那个塔林，还有霍金，还有埃隆马斯克，还有其他的几位大佬，UC Berkeley 的、哈佛的、MIT 的这些教授们联合创立的。他们公开信里边提出一个什么呢？他说，具有人类竞争智能的人工智能系统呢，会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深刻的风险。同时呢，这封公开信提出了4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否应该把所有的工作都自动化？所有的工作都自动化，包括那些有成就感的工作，你比如说艺术，是吧？但是我觉得你说艺术，就现在使用过 Midjourney 也好，使用过其他的创作工具的朋友都知道，它是能画出来，但是真正要替代有品位的艺术创作，这个路还很远。最简单说，音乐目前搞起来就很难，绘画呢也差强人意。说实在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个插图行，对于那些搞艺术的人来说，很多人还是看不起这个东西的。那第二个呢，是我们是否应该让机器用宣传和谎言充斥我们的信息渠道？这个说的也不能说没道理，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问题还都是我们自己人造的，不是机器造的。现在几乎网上所有的谎言都不是机器发出来的，都是人发出来的。第三个问题，他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否应该开发出非人类的大脑，让它最终超过我们的数量，超过我们的智慧，淘汰我们并取代我们。这个比较科幻了。这个大佬们的担心是不无道理，但是呢，我觉得我每次看完科幻电影都有这个感觉。那第4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否应该冒着失去我们对我们的文明控制的风险这就更严重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将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开发人工智能的风险就是我们将来会丢失自己，会迷失在人工智能里边，还是机器替代人类，还是科幻电影的节奏所以呢他们认为呢，只有当我们确信他们的影响是积极的，并且呢他们的风险是可控的时候，才应该开发更强大的
人工智能系统。因此啊，他们呼吁呢，所有的 AI 实验室呢，应该立即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系统。那么至少6个月啊，这种暂停呢，应该是公开的、可验证的，并且呢，包括所有的关键参与者。如果不能迅速实施这种暂停，政府应介入并暂停。你看，并且呢，他还希望啊，让我们享受一个漫长的人工智能的夏季，而不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的进入秋天。那现在这个签名啊，已经有1123个了，我估计不是谁都能签的吧？我上去签一下行不行啊？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呢还在涨，但这里边我搜了一下啊，没有现任的微软、谷歌、OpenAI 的高管，但是有他们工程师在里边参与。每个公司呢有那么1、2个、2、3个，有的是 former， 有的是前任的啊。那这些公司实际上也都没有回应，就是热火朝天的、干得正火的 OpenAI 也好啊。ChatGPT 的就是说这帮人，微软的这帮人，谷歌的这帮人， Facebook 的这帮人，包括国内的这些ABCD 的啊，都没有吭声的。这个其实啊，刚才我看到那句话，我觉得突然一惊啊，很像。他就说什么呢？说这个如果就是说应该是公开的、可验证的暂停。这个想到什么了？核武器扩散呐，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条约啊，和核武器扩散是很像，只不过核武器扩散的这个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的期限呢是多少年，而这个暂停期限是6个月。6个月顶什么用啊？你说是吧？二战以后啊，美苏欧都从德国获得了关键的核试验的这些数据和资料，他们就加紧了核武器的研发，直到各方面都达到了恐怖的平衡之后，现在世界稳定下来了，是不是啊？那么 AI 啊，显然也是这种战略级别的武器，所以这些大佬呼吁啊，他们很自觉，知道这些事儿呢，自己喊有些事啊，他们自己喊也没用。比如说 AI 应用到武器上，一个能自动瞄准的这个自动射击武器，不怕死的武器，根本就是一个生命的收割者。那你说各国的科研机构是不是在搞这个？这个你别问我呀，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心里有数。所以这些大佬啊，心里也有数，他们心里明白，加上这一条也没用，所以他们只是提到了 GPT-4 更高模型的研究啊，他没有说不要把 AI 应用到武器上。那么这个提出来之后啊，实际上呢，反对的声音很多，暂停的声音赞成的声音也不少。比如站在更高的这种所谓道德法律规范的层面上，如何控制 AI 不被滥用，合理使用，让它对人类的这个贡献利大于弊这很多 AI 的这个签署的人啊，在这个刚才这个页面上，都是基于这个原因签署的。那么，但是很多资深的 AI 开发者也持反对意见，比如其实之前不是太待见这个 ChatGPT 的这个卷积网络之父叫 Yann LeCun， 他说呢，我不会签署这个公开信，因为我不同意公开信里面内容。实际上这个公开信里边你要挑毛病确实能挑出很多来。所以这个未来生命科技研究所就是我们背后的这个网页的页面，他们呢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呢？这个也难说啊。这些大佬们看起来是悲天悯人，是吧？其实已经是我觉得在新技术面前已经害怕了，变得惊恐了。但是呢，已经挡不住了即使呢你让他们先暂停，也会有其他的技术狂人从别的角度继续开发，继续搞这个。只要你跨越了这个技术门槛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性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呢，这种跨越的技术的门槛不是第一次。而 AGI 包括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GPT-4 之后可能会觉醒的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也不会是人类最后一次跨越这个技术门槛。那当然AI 来了，就我们开头说的，很多人类的工作会被取代就刚才说的那个插画是吧？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个简单的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有很多例子，比如说电视出来了，很多人就感叹以后不会有电影了，这不电影还有吗？数码相机照相机出来了，人们感觉不会有人画画了，但是画画依然是一个很昂贵的工作这个收藏品。
拿我比较熟悉的这个电梯行业来说，哎，机器来了，取代人类。包括电梯上面就有很多呀，像电梯司机，这就是一个已经消失的职业。大家想没想过呀？我们每天坐的电梯啊，门自动开关，然后呢什么都不用管，用完就走是吧？好像是电脑一样 ，plug and play 一样。在1个世纪前的美国呀，很多情况不是这样的啊，大多数人在这个没有电梯司机情况下，你是坐不了电梯的。那么大多数电梯呢都需要手动的启动和停止。哎，对电梯的特定楼层啊操作呢需要一定技巧，因此需要考证的电梯司机来开。哎，那在1945年9月，纽约有15000名电梯司机罢工，这不得了了。哎，电梯司机罢了工，想想上下楼梯的这个工作就变成了双腿。哎，大约有160万纽约人被迫靠自己的双脚上下楼梯。哎，如果碰巧不在一个很高的楼上，那你就完了。所以很多人就抱怨啊，以后盖楼不能盖高楼，就盖6层就行了。因为电梯司机罢工了不得了，他没想到以后会有这种不用人操作的电梯，是吧？说完电梯啊，咱们再讲一下其他的新技术。像这个图片里边这位男士啊，他叫威廉米，这人可了不得，他是现代针织技术的发明人啊。就现在我们穿的所有东西，你身上和我身上的用的那个机器的原理都是他发明的。哎，他发明了这个丝袜的针织机，后来呢又用在其他的纺织品上，这是可以说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当时是什么呢？他是追求的这位女士啊，对这个编织的兴趣呢，超过了对他的兴趣。哎，你看这理工男直男就是这样，你干脆加入他不好吗？你也跟着学这个编织嘛。结果他用3500个零件发明了一个针织机，就是现代针织机的前行啊雏形替代。哎，你别织了，和我一块儿啊，咱们谈谈吧，是吧？所以这个古今中外的这个理工男啊，直男是一样的。当然了，他当时发明这个产品之后呢，就献给英国女王。英国女王不要，为什么呢？你这个会让很多工人失业，所以呢，这个威廉里啊，不得不离开了英国，到了法国，让他的技术呢，就是开始这个发扬光大。那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工人啊，冲到了这个工厂里边啊，砸坏了很多机器。那后来呢，又发生了著名的鲁德运动。哎，这个鲁德运动啊，我们之前都讲过，在1811年到1816年啊，这个鲁德主义呢是应运而生啊。在莱斯特呢，一个名叫内德鲁德的织布学徒啊，他砸坏了机器。哎，就这个图片里边的，那么拿起锤子呢，砸坏了纺织机器。那么以捣毁为机器为目标的鲁德主义运动呢，由此兴起。鲁德主义呢，通常只捣毁那些创新的机器或者威胁就业的机器。他们至少开展了100次单独的行动，捣毁了2.5万台机器中的大约1000台机器。你像马克思就说过，马克思说呢，工人们啊，要想区分机器以及应用这些机器的社会形式及其理念之间的区别，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并且呢，劳动工具如果以机器的形式出现，那么它将立即成为工人自己的竞争对手。哎，那这里边啊，我们之前也讲过这本书啊，叫《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里边呢，就提到了几十次的这个鲁德运动。你看这里边最有意思的一个是说什么呢？当精密的机械工程与用铁铲和钉镐挖沟的劳动同时并存的时候，对雇主大为有利，因为他们可以雇佣2类不同的劳动。哎，这就是什么呢？就点明了一个新技术，它和劳方、资方和当局都是相关的，它3方要博弈。哎，往往呢，当局它是最终的裁决者，而裁决的标准呢，就是不能仅仅考虑生产效率，还要考虑什么呢？还要考虑这个工人的收入啊，技能的提高，是不是乐于采用？那对于这个资方来说呢，只要能提高效益，降低成本，都可以采用。所以这个技术啊，最后往往还是取决于当局。那么我们知道啊，工业革命啊有4次工业革命了。第一次呢是18世纪60年代的到19世纪40年代，就是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呢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啊，以电力为广泛应用的标志。这时候呢，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技术领先者。第3次工业革命呢，就是从晶体管发明啊开始，这个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啊，以及这个生物学技术。那第4次工业革命啊，那么现在呢，大家比较认同的就是现在我们说的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以及清洁能源技术。那么这些技术目前来说呀，还都在一个连关口都算不上一个入门这么一个过程中。但这些大佬呢，已经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了，觉得呢了不得，这技术要出来，人类可能要亡了。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我们觉得吧，这个大家确实都不能否认啊。刚才我们提到过的这个机器替代人类，这个确实是在过去是发生过啊，但是它也保障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吧？比如在现在的美国哈，最贫困的家庭也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但是这么多年来啊，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它确实让这个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那么美国比如说现在有190万的卡车司机啊，和那种大货车司机啊，大家在视频上看到过很多大货车司机，包括华人频道主拍的视频。那现在特斯拉要出这个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大家知道，国内外的自动驾驶首先的这个赛道就是货车那如果大量的自动驾驶货车出来，会不会大量裁员，大量的司机被替代？他们收入会锐减。那这项技术的出来，很有可能就对这个行业带来冲击。我觉得这些事担心吧，可能大家可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更偏向于取代高价值类的工作，就是这种助理类的工作。你比如说这个像律师助理医生助理精算师助理高级文员等等，是吧？你要影响到这些具体搬砖的工作，我觉得要很长的一段路。之前我们也讲过，他投入这么大的资金，他要替代一个搬砖的工作，他不划算，对吧？其实这个技术发展带来之后的红利在过去也发生过所以那些大佬们担心的这个人工智能一来，我们马上就要完了。是过去的历史看出来它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蒸汽机故事来说那么在现在我们很多人眼里都认为蒸汽机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但是蒸汽机从最早的实际应用到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是经历了差不多200年的时间从17世纪末吧，我们看一下蒸汽机的这几个大佬这几个关键人物英国这个康沃尔军官叫托马斯·塞弗里他对大气压力进行了实际应用。那么1712年呢，这个托马斯·纽科门就这哥们儿，他的蒸汽机问世那么直到1770年这个成熟的技术才用于煤矿的排水它煤矿排水的机器呢，我也研究过，我看了它的图纸很巧妙的。那么后来呢，关键是瓦特发明了这种分离式的冷凝器之后，冷凝过程中气缸内的热量呢不会大量流失，但是瓦特的蒸汽机直到几十年后才被广泛使用，是吧？那到直到19世纪中期，这些这个蒸汽机这个技术的发展，它的经济影响才被放大。所以呢，这个广泛应用于像钢铁冶炼纺织等等，提高生产效率已经是瓦特之后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伟大的技术和发明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效益，但通常都有长时间的滞后。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人工智能现在刚到这么一个关键节口上就停下来，它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呢？目前看起来，使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好像编个东西很容易一些了，但是靠谱不靠谱呢？你还得琢磨琢磨，有的事不是那么靠谱的。所以现在这些大佬发出这么一个呼吁来，是有点危言耸听了。那这个大家可能看到的更多的，希望看到的是新技术提高效率，带来经济增长当然呢，会有一部分人因为这个新技术的应用受损，比如说，如果自动驾驶的卡车出现，刚才我们提到190万的美国的卡车司机会受到影响。但是在过去我们说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一个技术一变，可能影响1代2代人的人生，因为那时候活的岁数短19世纪的这个成年人平均寿命才40岁当然说这里边有夭折的什么的。那现在全球平均寿命已经到了73岁，就发达国家。这里边现在寿命的增长，很多原因都是新技术带来的。那么就是说，一项新技术不再会影响几代人了。大家想想，我们可期望的寿命可能很快能到100多岁，是吧？那现在这一项技术可能影响你半辈子或者一段时间。另外呢，就是过去人吃不饱，那现在呢，新技术过来了。
也不影响你生活水平太低，是不是啊？我记得这个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这个未来简史里提到啊，他说，人类啊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控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这些都是靠技术实现的，是吧？所以呢，即使技术发展到极限，不需要人了，我们都成了无用阶级，是吧？你285你985、211，我是不入流的，你只要不是特别杰出的人，都是无用阶级。那你是当个每天累死累活、朝九晚五这个社畜好呢，还是当个每天这个雇佣的，是吧？这个不用干活啊，天天在虚拟世界里边这个肉虫子，估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倒是觉得当个肉虫子也不错，但是现在啊，肉虫子你想当肉虫子还高不可攀啊，遥不可攀。最简单、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呢？养老问题啊，随着这个老龄化社会到来。随着这个低生育率的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靠什么来解决养老的问题？谁来帮我们养老？你靠生育调节吗？问题是一个慢啊，再一个是人类文明啊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生育已经变得不能像过去类似于那些养羊养猪那样繁殖了，是吧？不能说生好就生啊，留好就留，是吧？总得有个自己的选择吧？机器人。你说呢？只有机器人技术才能彻底解决这个老龄化问题。我做了一期 ChatGPT 的短视频，我就提到这事儿，必须得智能机器人。老年人的护理工作呀，未来10年很有可能大量的机器护工会推向市场，而这呀，绝对是最有利于我们现在活着的人的。大家现在活着的人有点想法的，20多岁到60、70岁，你们很快都会面临养老的问题，60岁开始，是吧？所以一个合格的住家保姆啊，你2、3线城市你现在要招，可能不熟的朋友不知道，我是比较熟的，因为我们也在找保姆。2、3线城市工资啊5000到7000，那找一个合格的住家保姆。1线城市估计得6000到1万甚至更多。这个呀，其实普通家庭负担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用不起也得用啊。是吧？但是目前呢，就是说，如果让你以一个入门级家教的价格购买一个家政机器人，几万块钱，实现这个基本的服务，你买不买吧？当然了，现在大家看的《流浪地球》也看到了哈，这个外骨骼技术啊，其实也是靠人工智能、靠 AI 的。那外骨骼技术如果将来能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电源技术有个突破，可以让很多的失能老人啊避免更大的伤害，他能站稳，他不会摔倒。获得更多的自由，这些都是要在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诞生之后才能有的进步啊。那么现在实际上我们讲过，机器人关节呀这些机构啊已经到一定水平了，难的是什么呢？是听懂人话，懂人的这个语境，是吧？但是现在呢，这个用 GPT-4来作为家用机器人的系统已经有人在做了。所以啊，人类这个对新技术的追求呢是永无止境的。技术总的看来还是人类杰出者的个体对群体的馈赠啊，当然也可能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但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只能做到，这叫什么呢？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刚才我们摆过了这么多呀，无非是想说明呢，技术往往是无害的，有害的是人本身。比如说菜刀。是吧？能害人，但是你弄个钢索把菜刀捆在案板上，那厨师也能用它自裁呀，你防得住吗？是吧？这个过分了啊！那很多呀，这个试图指引人类方向的大佬，最后呢都折戟沉沙，因为在你指引之前呀，先自己做个人吧。好的，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